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普通话播客，我是玛丽。我是周洋。玛丽，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？我感觉你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呵呵，是啊，周洋，你猜对了。最近工作、学习，还有一些个人爱好，感觉时间总是不够用。我每天都希望能有48小时，而不是24小时。48小时？那太夸张了。不过，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。很多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那就是时间管理。对，时间管理，这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不管你是学生、上班族，还是家庭主妇，学会管理时间，都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。没错，我们今天会用简单的中文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时间管理方法，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让自己的时间更有价值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觉得时间管理是什么？我的理解是，时间管理不是真的去管理时间，因为时间是不会变的，它永远都是1分钟60秒，1小时60分钟。我们能做的是管理我们自己，管理我们做的事情。说得太好了！时间管理的核心是自我管理，是计划、组织、安排我们要做的事情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没错，比如说，我们早上起床后，是先看手机，还是先吃早饭？是先做最难的工作，还是先做最简单的工作？这些都是时间管理的一部分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忙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计划。我们像一只无头苍蝇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就随便做一些事情，结果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无头苍蝇这个词用得太形象了。中文学习者们，无头苍蝇就是指一个人做事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周洋，你觉得在时间管理上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拖延症。拖延症这个词我太熟悉了，它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但是就是不想做，一直往后推。对，比如说，老师布置了作业，你总想着明天再做吧，结果到了最后一天，你才急急忙忙地开始做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经常有，尤其是写论文的时候，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，结果到了最后，熬夜写得又不好。除了拖延症，还有一个问题是分心。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分心，比如手机、社交媒体、游戏等等。手机，它真的是时间的小偷。我有时候只是想看一眼时间，结果一打开手机，半个小时就过去了。玛丽，你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所以要管理好时间，首先就要学会对抗分心。没错，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计划。很多人早上醒来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，他们就像是在大海里漂流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没有计划就没有效率。我们每天都在做事情，但是做了什么，有什么成果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，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。好了，重点来了。
我们来分享一些实用的时间管理方法。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第一个方法，也是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列清单。每天早上或者前一天晚上，拿出一张纸，写下你第二天要做的事情。这个方法真的很有用，把事情写下来，你就会对今天要做的事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对，你可以把清单分成2部分，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。先做重要的事情，再做不重要的事情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给每件事情设定一个时间。比如说，9点到10点我要写报告，10点到11点我要开会，这样你就能更好地掌控时间。第二个方法叫做番茄工作法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？番茄和西红柿有关系吗？哈哈，有一点关系。这个方法的名字来自一个像番茄一样的计时器。它的做法是工作25分钟，然后休息5分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把一个大的任务分成很多个小块儿，每工作一小块就给自己休息一下。没错儿，这25分钟你要全神贯注地工作，不要看手机，不要聊天，不要做任何别的事情。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你可以喝水、上厕所，或者走动一下。连续做4个番茄，也就是100分钟，就可以给自己一个长一点的休息，比如15分钟或者30分钟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那些容易分心的人，因为它把时间切成了小块儿，让你更容易集中注意力。第3个方法是28原则。这个原则在很多领域都有用。他说的是，80%的结果来自于20%的努力。这个原则在时间管理上怎么用呢？就是我们要找到那最重要的20%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成果。举个例子吧，你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是你必须找出那几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你是一个学生，最重要的20%可能就是复习考试，而不是看电视剧。对，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，最重要的20%可能就是完成那个最重要的项目，而不是回复所有的邮件。所以，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然后集中精力，先把它完成。第4个方法叫做时间块。这个方法和列清单有点像，但是更细致。怎么说呢？你要把你的一天分成一个个的时间块。比如说，早上9点到12点是工作时间块，中午12点到1点是午饭时间块，下午2点到4点是学习时间块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，它给了你一个清晰的框架，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。没错，而且你可以把类似的事情放在同一个时间块里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在一个时间块里回复所有的邮件，这样你就不需要不停地切换任务。这样可以避免任务切换的损耗。每一次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，我们的大脑都需要重新启动，这会浪费很多时间。说了这么多方法，周洋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。对，这些方法都很简单，但是要坚持下去，需要很大的自律。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需要21天，所以
大家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坚持21天，每天都用一个方法来管理时间。你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开始，比如说每天列清单，等你习惯了，再尝试其他的方法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时间管理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，它的目的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，和你的家人朋友在一起。没错，学会时间管理，你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时间，才能让你的生活更自由、更幸福。有的同学可能会说，我每天的计划都写得很满，但是总是完成不了，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很多人的计划都太满了。我们的建议是，不要把计划写得太满，每天只安排3到5件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把计划写得太满，完成不了，你就会感到挫败，然后就会失去信心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放弃计划。所以，少即是多，从少开始，慢慢增加。还有一位妈妈问我们，我有很多家务要做，还有孩子要照顾，感觉时间完全是碎片化的，怎么管理？碎片化这个词用得很好，很多人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。我们的建议是，利用好每一个碎片时间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在等孩子放学的时候听一个播客，或者看几页书。你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听一些学习材料。还有，你可以把一些小任务，比如洗碗、叠衣服和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结合起来。比如，在洗碗的时候和孩子聊天，听孩子讲学校里的事情。这样，你就把碎片时间变成了有价值的时间。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方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周洋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我想说，时间管理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它是一个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慢慢掌握的技能。没错，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，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开始，比如今天晚上就为明天列一个清单。好的，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中文学习和生活都有帮助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